一个 Sketch 的程式主要会由2个区块所构成，分别为 Setup 以及 Loop， 如同这个范例所示。首先 Setup 区块的部分，顾名思义，这个区块负责的是系统初始设定的部分，例如像是程式中所会使用到的数值的初始化。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 Setup 的区块只会执行一次。Setup 区块执行完初始设定之后，接下来则会执行 Loop 的一个区块。顾名思义，这个区块的程式将会不断的执行，直到开发版的电源关闭为止。这个区块的程式是整个专案程式的核心，所有数值的交换、分析以及与电脑和其他元件的沟通，都是借由这个区块的执行来完成。顺带一提的是，为了提升程式的可读性，也建议大家在程式适当的地方，例如比较特殊的部分，使用像是 C 或 C++ 中的方式来加上注解的说明。而在大家开始撰写程式之前，大家需要先选择好将要使用的开发版的型号，以方便撰写好的程式顺利载入到板子中。如同这个范例所示，我们选择了 Arduino 的 M1 来当做我们的开发版。接着我们就可以透过 IDE 软体中的新增档案、储存，或者是开启旧档的按钮，来开始撰写程式，并且进行储存，或者是进一步的修改。程式写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按下验证的按钮，进行程式的编译，并且检查程式的语法或者是执行上是否有任何问题。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大家会在视窗的最下方看到相关的错误讯息，来方便大家进行侦错。程式确认都没有任何问题之后，大家就可以按下上传的按钮，把程式烧入到开发版中了。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程式的基本语法，主要也是分成 Setup 跟 Loop 这2个程式区块来跟大家做说明。首先在 Setup 区块的一个部分，常用到的程式语法有以下这一些，包含汇入需要用到的函式库的 include 这个命令，和方便程式撰写以及增加可读性的 define， 这些其实都和 C 或 C++ 的语法一样。这边比较特殊的地方有以下这一些，首先是指定开发版的哪只数位角位为输出角，来方便观察。例如我们可以利用 pin mode 这一个写法，来将第13只角位设定为输出角。而在 Loop 区块的一个部分，常用到的语法，我们可以利用 digital write 这一个写法，来将某一只角位设定为某一个数位的输出值，例如像是 high 或者是 low。而类比角位的部分，我们可以利用 analog read 这一个写法，来读取某一只类比输入角位的输入值，或者是利用 analog write 这一个写法，来指定某一只 PWM 的类比输出角位为某一个特定数值，产生相对应的 PWM 的输出波形。我们也可以使用 delay 这个写法来控制讯号的输出时间。在比较后面的单元里面，我们会用一个范例来跟大家说明这些语法实际上该如何使用。关于 pin mode 这个指定角位类型的语法，实际上有好几种不同的类型可以被指定。除了输入或输出角之外，也可以指定为高或低电位、上拉电阻，或者是逻辑的真假值。而在程式撰写当中，常常会需要使用到变数，来表示数值会有变动的资料，来做分析以及处理。而常见的变数资料形态，如同这个表格所列，大致上与 C 或 C++ 的宣告方式类似。大家可以根据待处理的资料形态以及数值的范围
来选择适当的资料形态，像是布林、位元组或者是字元，适合用来表示数值范围比较小的一个资料，而 short、integer 或者是 word 则适合用来表示范围较大的一个整数。如果大家需要更大范围的整数，或者是表示小数，则大家就可以使用 long、float 或者是 double。而大家如果程式中会用到的资料数值是需要固定的，那么大家可以使用 const 这个保留字，来根据固定数值的范围选择搭配的资料形态。举例来说，如果大家要固定的资料数值为小数，则我们可以使用 const float 或者是 const double 来做宣告。资料的形态宣告好之后，我们可以使用以下的语法来对资料进行处理。这些语法也与 C 或 C++ 的一样，可以针对资料的各个位元进行 AND、OR、XOR、NOT 或者是左移、右移的一个运算。我们也可以针对整个数值做 AND、OR 跟 NOT 的逻辑上的一个判断。资料的内容，大家也可以透过 if-else 的语法来进行检视后，决定开发板接下来的行为。常见的一个范例是，我们可以将感测器的数值，例如像是空气中的 PM2.5 的数值，用来做判断，决定是否要启动空气滤镜的一个装置。如果我们需要判断的情况比较多，而且彼此间也没有优先顺序的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透过 switch 的语法来快速判断哪一个条件符合，执行相对应的开发板的动作。另外，如果某一个开发板的动作需要连续的进行多次，那我们可以透过 for 的回圈的语法来让程式自动执行，并且判断何时要执行结束。以下我们使用2个范例来实际说明刚刚所谈到的语法该如何使用。首先是 LED 灯闪烁的范例，这个范例可以让开发板接上一个 LED 灯之后，以一个固定的频率进行亮灭。这个范例的程式码可以在 Arduino IDE 软体的范例中来找到，如同这个图片所示。这个范例中，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在程式的 setup 区块，我们指定第13只数位角位为输出角，并且把它接到一个 LED 灯。接着在 loop 的区块中，我们利用 delay 的语法，每隔1000毫秒就指定输出角的数值为 high 或者是 low， 并且不断的循环。当输出角的数值为 high 的时候 ，LED 灯亮；反之 ，LED 灯则是灭。实作出来的效果如以下这段影片所示。在这个范例当中，我们将来实做一个 LED 灯闪烁的一个范例。这个范例的 Sketch 程式其实已经内建在 Arduino 的操作环境里面了。要找到这一个范例的程式，我们只需要在 Arduino 的操作环境上方点选档案、范例，再点选01 Basic 里面的 Blink， 我们就可以叫出这段范例程式的 code 出来了。接下来只要确定好跟电脑连接的 USB 已经连接正确后，再按上传，我们就可以把刚刚看到的范例程式上传到 Arduino 板子里面了。接着，只要大家按照我们先前所介绍到的，把板子的与 LED 灯的连接方式连接好之后，就可以看到如影片中 LED 灯进行闪烁。在这边，我们把 D13 的角位拉到 LED 灯。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大家其实也可以利用 Arduino 内建的 LED 灯，同样透过 D13 角位进行 Sketch 程式的控制，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
第二个范例为呼吸灯，也就是 LED 灯会逐渐的变亮，再逐渐的变暗，仿佛像是灯会呼吸一样。这个范例里面，我们会需要使用到开发版中的 PWM 的功能，来让 PWM 的输出角位在不同的时间点，能有不同的输出数值来驱动 LED 灯。值得注意的是，这边的输出数值不像是数位讯号只有高或低两种数值，而是能有最多256种数值，像是一个类比的讯号一样。PWM 是一种使用数位控制的方式，透过指定不同数值于 analog write 这个语法内，来产生不同 duty cycle 的周期性讯号的方法。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指定64于 analog write 语法内，则我们会产生一个 duty cycle 为 25% 的周期性讯号，代表输出当中有 25% 的时间为 high， 而在这个开发版中即是代表5伏特， 75% 的时间为 low， 这个开发版中也就是0伏特。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输出讯号，就像是一个幅度为5伏特除以4，等同于是 1.25 伏特的类比输出讯号。了解了 PWM 的原理之后，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介绍 PWM 在生活当中常见的应用，包括 PWM 的风扇和自走车轮胎的转动。首先，我们先介绍 PWM 的风扇的部分。PWM 的风扇主要是应用在电脑的散热当中。这个风扇总共会有4只接角，分别对应的是 ground 12伏特、转速侦测角和控制的接角。举例来说，当电脑的温度越高的时候，主机板就会透过这边的控制接角来提高风扇的转速，让电脑内部的整体温度可以下降，这样可以防止电脑热当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电脑则可以透过转速侦测角来得知现在风扇的转速。另外一方面，有些自走车也会运用到 PWM 的原理来控制4颗轮胎各自不同的转速，达到转弯的一个功能。举例来说，当我们要右转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可以运用 PWM 的控制接角来减慢车子右侧2颗轮胎的转速，而让左侧的轮胎速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顺利达到右转的一个功能。反之，左转也是如此的一个方式。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怎么利用 PWM 应用在 LED 灯上面的范例实作吧。利用 PWM 来产生呼吸灯效果的程式码，如以下这个范例所示。首先，在程式的 setup 区块当中，我们指定亮度的初始值为0，而亮度的变化幅度为5。亮度变化的时间间隔我们设定为30，并且我们指定 A4 这个类比的角位为输出角，把它接到一个 LED 灯。接着在 loop 的一个区块中，我们利用 analog write 这个语法来指定 PWM 的输出数值，决定 LED 的亮度。这边 PWM 的指定数值每次会变化30，并且在数值已经小于0或者超过255的时候，改变变化幅度的正负号，以确保这个数值可以一直在0到255的范围内递增后再递减，不断的循环。我们也使用 delay 这个语法，每隔30毫秒就更新 PWM 的数值。实作出来的效果如以下这段影片所示。在这段影片中，我们将实做一个呼吸灯的范例，并且展示它的效果给大家看。大家再把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范例程式烧入到板子里面，再把板子的连接确定好之后，我们只要将 LED 灯接到这个板子的 A4， 也就是 PWM 的类比输出上，我们
就可以来实现这个呼吸灯了。那这个影片中，大家也可以看到 LED 灯的亮灭会随着 PWM 的电压大小而不断的进行改变。